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硬核的躲猫猫大师赛。6名玩家将隐藏在这所废弃20多年的监狱里，在为期1小时的搜捕时间内成功骗过狱警的囚犯将赢得10万奖金。他们已经提前3天勘察过监狱环境。随着比赛开始，囚犯们拿着各自准备好的道具材料，在助手的帮助下实施藏匿方案。1号囚犯小美，为了赢得比赛，她为此训练了3个月，而且在前期踩点时发现这面墙里面是空的，选择用切割机在墙上开一个口子，凭借自己超强的柔韧性，竟从如此狭窄的开口钻了进去。里面原来是一个废弃20年的厕所，味道出奇的大，但他也只能忍一忍。外面的助理用木板将墙封住，再贴上一张20年前的海报作为掩护。你别说，看上去真的十分合理。2号囚犯小胖则选择躲在排气活门里，两侧都有空间可以藏匿。为此，他还定做了一个金属门框，自己躲进缝隙后，女助理将门框用力推了进去，中间形成了一条通道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躲在门缝里？果然是顶级高手。3号囚犯大胡子的藏匿方式则十分神秘，他找来几名 NPC 囚犯，安排他们静静地坐在牢房里，并让助理从外面将监狱门锁死，然后把钥匙插在旁边的电表箱上。3号囚犯到底要如何隐藏自己？还有其余3位囚犯的藏匿位置，我们暂且卖个关子。随着隐藏时间结束，让我们跟随狱警的视角，看看到底谁能躲过1个小时的搜查呢？狱警立即在监狱里翻找起来，打开牢房门，直接被吓了一跳。4名黑衣人一动不动地坐在牢房里，由于对方全部遮住了脸，狱警根本无法判断6位囚犯会不会有人藏在其中。但想要进去近身确认的话，必须找到开锁方法。狱警选择暂且搁置，毕竟这很可能是对方转移注意力的策略。狱警继续在监狱里搜查，每个角落都检查得非常仔细，但在荒废几十年的黑暗监狱里，精神高度集中很可能会吓到自己。不知不觉中，狱警来到了小胖的藏身地。巨大的排气活门很难不让人怀疑里面藏人，但紧锁的门栓也只是小胖的第一层伪装。虽然没有发现囚犯的身影，但里面这条隐蔽的通道成功分散了狱警的注意力。殊不知这是小胖的第2层伪装。狱警来到门后搜查后，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只能失望地离开这里。这个旱厕应该不会有人藏吧？狱警以为这么好的墙后通道会有选手躲藏，没想到居然没有人选。这次参赛的选手果然个个都是高手，墙角的木箱下也没有发现隐藏通道。此时1号囚犯小美正在墙后淡定地吃着自己的夜宵。搜捕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，狱警1名玩家都没有发现，开始有一些着急了。简单的发泄完后，狱警开始冷静的思考，如果是自己会选择躲在哪里？任何可以躲藏1个人的地方都必须仔细搜查。他发现这里木板是被人刻意摆放的，移开后发现后面果然有一道暗门，但拉开门后里面全是垃圾。这次狱警并没有起身就走，而是仔细翻找起来。此时躲在下面的阿坤瑟瑟发抖，尽管他藏得很深，但在如此高强度的翻找下，阿坤也难逃被抓捕的命运。Здравствуй, брат. Твою мать, как это филигранно! 随着身穿垃圾袋的阿坤被关进牢房，也宣告了此次藏匿失败。搜捕时间还有35分钟，成功找出1名囚犯，让狱警信心大增。来到另一栋监狱楼搜查，很快他就发现了衣柜的可疑之处。下面的衣柜打开看上去并无异常，打开上面的柜子后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，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2个柜子的深浅明显不一样。此时躲在衣柜里的小帅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狱警兴奋地清理掉柜子里杂物，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个夹层。狱警打开夹层的瞬间，小帅想要逃跑，被狱警当场抓获，宣告了此次潜逃的失败。搜捕时间还有26分钟，拿下双杀的狱警重新回到监狱楼。这次他要查看4个黑袍人的真面目。由于游戏规则限制藏人的地方不能设置成死墓，在他的摸索下发现了一处栅栏是虚假的，费了9牛2虎之力钻了进去。其他几个 NPC 都非常配合，没有反抗，只有这个 NPC 死活不让看。但在狱警的淫威下，小伙子也只能乖乖就范。离谱的是，4人居然都不是玩家，这让狱警有些懵逼，以为这只是单纯的障眼法。突然，狱警似乎发现了什么。Да иди ты на... Просто иди ты на... Ты чё, блядь, загринился и побрился, блядь, для этого?
Сука. 原来4号胡子哥在比赛开始并没有选择躲起来，而是玩起了易容术，将自己胡子剃掉，让助理小姐姐将自己变成卤蛋超人。但由于时间太短，易容术只完成了一半，只能宣告此次潜逃失败。搜捕时间还剩下14分钟，狱警的搜查更为仔细，恨不得掘地3尺。再度来到小胖的藏身的地方，这次他发现了一些端倪。2个气门里的空间竟然不一样，用手电从门缝里探去，里面果然别有洞天。小胖没想到自己天衣无缝的躲藏，竟输在了细节上。如果将旁边的气门一起伪装，小胖真的可能不会被发现。狱警成功拿下了4杀，此时搜查时间也只剩下10分钟。狱警开始排查漏洞，用手敲击墙面查看是否有暗墙。终于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异常，2个墙之间并不是严丝合缝，而且与地板交接处有挤压变形的痕迹，这证明里面是空的。躲在里面的小美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海报被撕开的瞬间，小美就已经失败了。随着1号囚犯小美被关入监狱，为期1小时的搜捕就正式结束了。没有被发现的6号玩家将获得10万奖金。那么6号玩家到底躲在哪里呢？原来2位助理玩了一手瞒天过海，将阿坤和6号玩家都藏在了同一个位置。即使狱警找到其中1人，也会对这个位置放松警惕，不会继续翻找。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一个位置会藏2个人。没想到捉迷藏也能如此精彩。